将军，前言之后，仅1人带伤逃回，其余9人尽没。是吐蕃赞图的王旗，至少3万旌旗已在玉标川扎下连营，连绵10余里。他们在宰牛杀羊，喧嚣顿天。豫章川3万，历史书上的700破3万真人版就这么开局了。我这新手村还没出，直接进地狱难度副本。我操！将军，是否即刻向长安急报求援？我们据血死守。守？谁告诉你们本帅要守？赞普不在他的洛兹王宫，带着3万大军来我这玉标川，是为了看风景，还是来阅兵？完了，这语气我熟。甲方爸爸说这个方案不行的时候，也是这个调手。接下来是不是要憋个大招？他把头都伸到我刀口下了，我这把刀若不斩下去，岂非太对不起他这番盛情？将军，3万大军铺开是洪水，是山崩，但我们不去挡洪水，不去扛山崩，我要掐住源头，打碎他们的胆。掐源头碎胆，领导，您这 KPI 是不是定的有点过于抽象了？这咋量化呀？直取中军，阵斩赞普。将军，这3万大军拱会，中军铁桶一般，我们全军扑上也未必能进100步。谁说要用5000人？啊，不用5000人，那用多少？总不能是……等等，难道是那700人？历史书是真的这么写的？赞普是来阅兵耀武的，阵型铺得开就有空隙，他的注意力在前方，核心护卫反而可能松懈。我军中最精锐、最悍勇，能3日不食、疾行100里的老兵有多少？若只论这样的尖刀，约700人，皆是百战余生或边地汉俗。700，就要这700人。 700对3万，这不是打仗，是送死。700对3万，1比43，这赔率，买体彩都不敢这么下注。王老板，您这已经不是梭哈，是直接押上全部身家加裸条啊！关键是历史告诉我，您还真赢了，这上哪儿说理去？王节度，奇谋虽好，但若败了，轻敌浪战、动摇边陲的罪名，恐难担当。朝廷法度，陛下期待，还需三思。程监军，守土有责。 吐蕃赞图踩到我脸上，这土我不仅要守，还要把他踩过来的脚连腿一起剁了，这就是我的边色。我王中士凡战未曾一败，此番亦然。李副将，密调此700人，今夜子时西营库区集结，不得走漏风声，违令者斩。今日军议乃商议固守之策，若有700突袭之言传出，无论何人，以通敌乱处，力斩不赦。监军见证。自然。诸军守好石宝城，在我们回来前，这里是铁打的堡垒，若有万一。 尔等便是陇要最后的屏障，现在各自归位。末将遵令。序幕拉开，700颗火星要去烧3万人营寨，能成吗？历史说能，这要是直播，得有多少火箭？今日选封，不为守城，只为赴死。家中独子者出列，父子同在军者子出列，兄弟同在军者弟出列，从军不满1年未立血战者出列。好。 幸好穿越的晚，这生死局总算能旁观了。安全了，安全了！感谢组织关怀，我这小身板还是适合在城头摇旗呐喊。那个直戟郎李默，站住！昨日封岁当值，是你第一个说南边云头滚的邪性，怕是要起大雾。是小人胡咧咧，不是胡咧咧，心细善察天时，归队。我就多嘴了一句天气预报啊，这也能被抓壮兵？王将军，您这选人标准是玄学吧？ 此去十死无生，但我们不是去送死，是去拿吐蕃赞祖的人头换边关10年太平。告诉我，这买卖做不做得了？做得了！跟紧，掉队就是死。将军，不能再进了。 这是鬼雾谷，进去就出不来。这是山神发怒啊！哎，谷中可有硫磺味？好像是有，不是山神，是地热温泉上涌，遇冷凝雾，此雾罩谷终日不散，恰是天赐屏障，吐蕃少骑绝不敢进。穿过它，我们就是插入敌背的幽灵。用科学知识破除迷信，稳定军心。王将军，您这知识结构有点复杂呀，我竟无法反驳。全体下马，千将不行，人挨人，马跟马，不许走散。
拖走，眼镜。这就杀完了，比小区保安抓野狗还利索。赵大哥刚才那下飞毛，奥运标枪冠军来了也得叫声老师。我们不是来打败3万大军，是来杀死一个人。他死，大军自溃。这么少武将，这样真是略带慵懒。这就是3万，游戏里一个小地图都装不下的兵力条，现在全景 IMX 怼脸。我们700人蹲这儿，像是蚊子计划去盯死一头大象，还得是盯中枢神经那种。将军，各队回报，人马已修整完毕，剑齿弩机皆已检查。何时那里？与中军其他部位比有何不同？营帐更杂乱，旗帜不统一，士兵聚集也散漫些，像是附庸部落的营地。不错，赞普将嫡系精锐集中于前阵和2翼以壮声势，这些战力稍顺、纪律较差的部族兵却被放在侧后，这是他的破绽，也是我们的生门。从此处急降，借洼地隐蔽，直插其部族营区侧垒，击穿此处，便可避开前军主力，直抵金帐1里之内。最后1里将是硬仗，但那时敌已胆寒，而我军锐气正盛。将军算无预测，可赞普身边必有死士护卫，若短时间内不能得手，那就不是时间问题，是生死问题。冲不到或冲到了杀不了，我们都得死。所以只有冲得到并且杀得了这一条路。传令，上马！冲锋开始后，不言不喊，只随我墨刀所指。遇阻则破之，遇敌则斩之，眼中唯有目标。这氛围，这沉默的压力，比我论文答辩等待叫号恐怖1万倍。王将军这气场，简直像给整个山坡加了狂暴和孤注一掷的 buff。冲下去，可就真没回头路了。系统，现在退出副本还来得及吗？大唐将士，随我，建功立业，就在今朝。唐军，是唐军骑兵，从后面来的，快拿兵器！我靠，真箭射伤害！赵大哥救命之恩，这比 VR 游戏真实1万倍。我的 KDA 现在是不是还是0分00？不对，我好像助攻了。跟上，别掉队！令，tinakbo po Tuesday Patrolling，风使，随我破阵！将军死了！将军，不好了！前线败了，唐军杀过来了，帅气好像是王仲嗣。
王老板这是要干嘛？属性压制，还是要发动什么不得了的限定技能前摇？这 BGM 不对啊！对方大佬还在喊话呢。王忠胜，你搞什么鬼？我听说吐蕃军中有位勇士，名曰白马童，有万夫不当之勇，是赞普麾下第一猛将。可是阁下正是本将。好，我杀寻常士族，已如砍瓜切菜。杀你，或许能让我稍微认真一点。狂妄！给我放箭，射死他！是。现在可以认真打了吗？王忠嗣，我必杀你！白马童将军死了。一将一猪，大唐儿郎，随我夺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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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卧底倒了，赞普败了！快逃啊！快逃啊！走啊！败了！赢了，这就赢了！斩将夺旗，教科书式的斩首行动收官。王老板牛逼，历史没有骗我。将军，赞普怕是已从帐后遁走，是否追击？将军，是否追击赞普？将内一空，后有破口，赞普换了衣甲，有死士护着往山里跑了。将军，末将愿带一队轻骑追入山中，必取赞普手足。穷寇莫追，归师勿遏。何况是遁入熟悉的山地，我等已是强弩之末，马匹力竭，深入不豪，反亦遭其困兽反扑或伏击。赞普以丧胆如鼠，丢下3万大军独自逃命。此战我军目标已达，传令不再深追溃兵，各队以火字队为单位，设伏残敌，遇小股抵抗则歼灭之，遇大队溃兵则迫其远离即可。这就是胜利的滋味，好像和想象中不一样。不过，看着昨天还如山如海的3万大军，今天就变成这副模样。王将军那句击溃其心，真是帅啊！这汤赢的感觉真香。皇军威武，王将军神威！皇军威武，王将军威武，王将军神威！将军，初步估算，此战斩首不下4000，俘获无算。我军阵亡及重伤者不足100人，轻伤者约200余，这是旷古未有之大捷啊！厚葬阵亡弟兄，妥善照料伤员，清点缴获，择其精良者补充我军，余者登记造册，俘虏分开看管，择其头目讯问。是。找到白马童的尸身，以将军之礼单独葬了。他是个勇士。将军，请。
第1桶金，虽然是玩命换来的，这购买力怎么样？能在长安买房吗？哦，不对，得先活着回去。不过跟着王老板，前途好像一片光明。诸位辛苦，今日之功在于将士用命，此处交于你。大战之后，独自磨刀，这画面逼格太高了。别人在清宫，他在复盘，这就是大佬和菜鸟的区别吗？不过，他到底在想什么？后来我们都管那场雾叫阎王屁，真的，左里面出来的是索命的黑白无常。那对巡逻的兄弟就是进了雾再没出来。后来找到，哎，惨呐！都说唐军是趁雾摸过来的，要我说，那雾根本就是唐军变的。最邪门的是赞普那天早上眼皮直跳，非说心神不宁，结果差点真跳没了。唉，那天之后，谁再说陈雾好利于隐蔽，我们非得揍他不可。白马童将军，那天之前我一直以为他是我们吐蕃的战神，力气最大，脾气最暴，打架从来没输过。是啊，他那把锤子，我记得有一次演武，一锤子把一头牦牛都砸趴下了。是啊，我们当时都这么认为，可谁能想到，就在那个午后，我们都觉得唐将再厉害，也得他大战300回合吧。300回合，呸，就2下。我离得近，看得真真的。第一下，王中士把那锤子劈开了，白马童将军退了好几步。第2下，真的人就没了，就像宰羊一样利索。从那以后，我就明白了，这世上有些人是不能用人的标准去衡量的。王忠嗣就是一个。白马童将军死的不冤，就是太憋屈了。王琦一倒，啥都不用说了。好吧，能跑多快跑多快。回了家，我阿妈都不认识我了，说跟丢了魂似的。能不全丢吗？3万对700，输的裤子都没了。我现在晚上一闭眼，就是那黑甲杀神举着刀冲过来的样子，还有白马童将军倒下去的声音。你们听说没？赞普逃回去后就病了，高烧不退，胡言乱语，御医看了都没用。怎么病的？吓的呗。不止，我有个远房表哥在王庭当护卫，他偷偷说赞普不是普通的风寒，是惊惧之症，看见7样东西摆在一起就犯病。吃饭看见7颗羊蛋能打翻碗，说亲日发现是7个人能当场跳起来。700，这是被那个数字诅咒了。何止赞普，现在营里谁要是敢说700，保准被揍。上次有个新兵蛋子吹牛，说他一次能喝7碗酒，被老兵们围着切磋到爬不起来。东侧第3帐，门帘需系紧。左翼第3排，步伐慢了半分。将军，长安来使，移至堡外10里亭，是宫里的内侍，持天子荆节。开中门，摆香案，准备接旨。制曰：陇右节度使王忠嗣英姿捆骑，坐镇西陲，进奏吐蕃猖獗，犯我疆域。清秉忠奋武，亲率骁锐，四系而动，指导巢穴，斩国甚众，克获仇虏，复夺其道，扬我国威。朕心甚慰，着即进爵清源县公，10亿500户，赐金帛、御马、铠甲。旗下将士着兵部论功行赏，优加抚恤。然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轻以寡击众，虽见其功，亦属刑险。朕虑清9镇边关，劳苦功高，身心俱疲。今吐蕃既设，边陲暂宁，特召卿即日交代军务，持役还京，述职面圣，兼可休沐，以慰朕念。陇右军事，暂由副使李光品全之，钦此。臣王忠士领旨谢恩，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王公请起，陛下对公可是挂念的紧啊！此番回京，定是胜券优龙，前途无量。有劳忠使远来，请后堂用茶，容王某稍作安排，便与忠使一同启程。好说。将军，这
陛下召见是为臣之本分。李光弼沉稳有谋，足可代理公务。尔等需尽心辅佐，恪尽职守，巩固边防，不得有误。末将等遵命。鸟尽弓藏，古来如此。朝廷此举岂不让将士寒心？来了来了，功高震主，剧情标配。林府这老崽子要开始作妖了，王将军这刚立下制之功就要被调离前线，这特么是卸磨杀驴的前奏啊！长安，那可是虎狼之地。偶像，您可得稳住啊！光弼，石宝城，此处万不可浪战。朔方安危，天下平凡，自此系于君身。将军，末将等您回来。守好，走。这就离开新手村了。副本更新，这游戏难度跳的是不是有点大？王老板，您这主角光环到了长安可得挺住啊。不过能亲眼去看看天宝年间的长安，见证那些历史书上的人，刺激。请大使与将军赏光，区区薄酒，不成敬意。军令如山，不敢受。王公此番回京，胜券正僧。不过朝中诸公对边事或有不同见解。李相日前还问起，王公以700击3万，虽是大捷，但是否过于弄险？哦，若有不测，岂不损我大唐颜面，又折损了众多百战精兵？当然，李相也是为国事操心。用兵之道存乎一心，战机稍纵即逝，当断则断。若事事求万全，则战机尽失。至于精兵，陇越的兵是为保境安民而生，马革裹尸亦是本分，总好过坐视敌寇耀武，损我国家颜面。那是自然，王公用兵如神，陛下也是知晓的。只是提醒公，回京之后奏对之时，或可更周详些。毕竟朝堂不是战场。多谢中使提点。将军，今日那中守之言，听到了。李相记我之功，恐我入相，分其权柄。此番召我回京，述职是假，调离边镇，至于眼下掌控是真。那将军为何？君命不可违。况且我也想去看看，这承平已久的长安，这陛下倾心信赖的右相，究竟要将这大唐的天下带往何处？果然，鸿门宴的节奏。李林甫这个大 boss 这就开始出招了。王将军这是明知山有虎啊！不过历史上王忠嗣的结局，不行，我得抱紧这根筋大腿。关键时刻说不定能提醒一句。虽然人微言轻，但穿越者不就是干这个的吗？长安，恭迎天使还朝，有劳王节度使。符节无误，朔方节度使王忠终身，护从20，记。王节度使，请随下官前往馆驿安歇。进。将军，宫里传来口谕，陛下明日辰时3刻于大明宫紫宸殿召见。是。李敢，末将在。约束好弟兄们，无令不得出访，更不许惹是生非。长安不是石宝琛。末将明白。另外，去打探一下东宫近来可还安稳。另外，去打探一下东宫近来可还安稳。
还有，范阳平域那边最近可有什么消息传到京城？是，末将这就去办。长安，我来了。朱雀大街，东西二市，大小雁塔。可惜现在是任务状态，不能去打卡。等等，王将军刚才让李敢打听东宫和范阳平卢。东宫太子李坑，范阳平卢安禄山。我靠，主线剧情任务安史之乱的前置线索这就触发了吗？王将军难道已经察觉到了安禄山要造反？不对，时间还早。将军，一切小心。骑马。朔方河东节度使清源县公王中栋。陛下今日在紫宸殿召见王公。宣朔方河东节度使觐见。见皇帝了，见皇帝了！李隆基啊，活的！王老板现在是不是要行大礼？陛下会不会直接拉着他的手叫爱卿？赏赐会不会堆成山？等等，按照历史套路，这种时候通常会有反派跳出来阴阳怪气。李林甫会不会也在场？河东节度使王忠嗣叩见陛下，陛下万岁！王卿平身，近前来，让朕与诸公都好好看看朕的玉标川战神。谢陛下。王卿，陇右捷报，朕已降阅，以700破3万，斩将夺旗，逼退赞伯，扬我国为壮哉！此乃朕登基以来边功之最，朕心甚慰。王卿，你可知朕此刻的心情？卿之调臣，固守屯田，抚藩练兵诸策，亦甚为周详。陇右有卿，朕可高枕无忧也。此乃陛下天威庇佑，将士用命，臣不敢居功。哎，有功就是有功。朕已下诏晋你爵位，厚赏将士。今日唤你来，一是朕想亲眼看看我大唐的战神是何等风采；二来也有些边事想听听你的见解。臣惶恐，陛下垂君，臣必知无不言。此番大捷固然可喜。然以如此悬殊兵力行险，万一有失，岂不损我大唐颜面，亦折损众多百战精锐？朝中对此亦有些议论。王卿以为此战是必行之险，还是可行之险？回陛下，用兵之道在于审时度势。当时赞普亲至，耀武扬威，若任其成事，则边军弃罪，藩不离心，后患无穷。故此战非为求功，实为止祸。敌虽众，然骄狂无备；我军虽寡，然上下用命，更有天时地利之助。臣并非行险，而是握有70%胜算，剩下3成，无非是臣与700将士的性命。以我700之命，博边关数年之宁，震慑吐蕃不敢东顾，此买卖，臣认为做的。至于颜面，陛下在边关能杀敌、能止战的刀锋，才是最大的颜面。陇右暂安，然则东北2镇近年来一屡有奏报，言契丹西人时有躁动。安禄山屡请增兵扩镇，予以便行事之权，言唯有如此，才可保北疆无虞。亲久在边镇，熟知胡情，以为如何？陛下，边镇之要在于制衡与忠诚，兵力强弱须与防务相匹，将帅之权须与忠心相权衡。安中忠诚御边多年，确有苦劳。然臣在陇右亦闻范阳平营兵精粮足，甲仗之力已冠绝诸镇。若再不断增其兵力，扩其辖区，许其专权，恐其力愈强，而朝廷治之愈难。西汉之七国，唐之藩镇，皆始于伟大不道。至于契丹、西人，彼等畏威而不怀德。关键不在增兵，而在择良将，明赏罚，固边保，属服剿逆，止之以恒。若一味以重兵强镇临之，恐反生其疑惧，或驱使彼者更依附于有不臣之心的悍将。呵呵，王卿不愧是老成谋国之论，边事繁杂，朕自有考量。卿一路劳顿，且在京中好生休养些时日。陇右之事，朕已为李光弼暂代，卿可放心。若有边情咨议，朕再召卿。
臣谢陛下体恤，告退。回来了，脸色好像还行。见皇帝到底啥样啊？有没有赏黄金万两？有没有奸臣使绊子？王老板，你快说啊！急死个人了。这宫斗戏的悬疑感比打仗还折磨人。太子殿下久仰王公威名，特命下官前来咨议西北边事。殿下手谕在此，请王公方便时过府一伺。将军，此帖接不得。陛下春秋正盛，最忌边镇节帅与东宫过往甚密，立相更是对东宫。此事若泄露半分，后果不堪设想。帖子可以烧，但人已来过，事已发生。太子为何此时找我？是真要问边事，还是另有所图？那将军之意是？东宫毕竟是一国储君，无故拒之，非人臣之礼，亦非明智之举。但公然赴约，授人以柄，亦不可行。明日你持我名帖，去拜会这位送帖的东宫属官。就说我旅途劳顿，偶感寒蛮，需静养数日，不便赴宴。待稍愈，若太子殿下仍有垂询，可在公开场合，如兵部述职或节庆朝会时，容我禀报。末将明白。只是如此回复，是否会得罪东宫？顾不得这许多了。在长安，行差踏错一步，便是万劫不复。先求无过，再图其他。对了，明日你出去时，留意一下。将军是怀疑李林甫执掌相权10余年，掌控朝野，耳目遍布。我今日紫言殿一番话，东宫的人能找来，他的人也不会闲着。留意一下馆驿周遭是否多了些不相干的眼线。东宫那位属官听闻将军染恙，有点失望，但很快笑着说：“王公保重身体，来日方长。”这个推脱，东宫似乎不太满意。更让末将在意的是另一个发现，将军，坊间确有异动，对面茶肆的伙计换人了，手脚不像常干粗活的。坊门外那几个泼皮，太阳穴微鼓，眼神太活，不像寻常市井之徒。还有，昨日至今已有3拨不同来历的人，以送错东西、问路、寻亲等借口，试图接近馆驿，都被我们挡了回去。知道了，将军，我们是否要设法反击？至少警告一下那些眼线。不必。警告他们只会打草惊蛇，让他们隐藏更深或者变本加厉。他们想看就让他们看，我们只需如常行事，闭门读书，整理编务笔记，也要偶尔在院中练武，但要外松内紧。所有人口风必须一致，尤其是关于东宫邀约之事，就按偶感风寒、静养谢客的说法，对任何人都一样，包括我们自己人。替我拟几封拜帖，一封给兵部尚书，以呈报玉卑川战事详细方略为由；一封给几位在京的与我父亲有旧，如今多在清贵闲职的老将军；再一封给秘书监贺知章贺老，以请教诗文书法为名，措辞要恭敬，但理由要正当公开。将军是想，与其被人暗中窥视，不如走到明处，与这些身份清贵、不涉核心权争的人物公开往来，既可使我并无结党营私之心，又可稍解困局，探听些朝中风向。末将明白，这就去办。记住，我们主动接触的只能是这些安全的人。至于宰相府、东宫，还有那位安中丞可能在京的耳目，一概不理。是，末将谨记。主动接触高啊！主动选择社交圈，化被动为主动，既表明自己没搞小团体，又能获取信息，还堵了别人的嘴。王将军这政治操作，起码是王者段位。兵部回帖，府上回帖，秘书监贺景有信。将军，方走与游方郎中在馆驿外徘徊，被我们驱赶时，他悄悄塞给我这个。献马，这是什么意思？是暗语还是确有所指？这送信之人是谁？是敌是友？是警告还是陷阱？范阳的实情，这神秘人属于哪一方？
兵部尚书遣车下到，请王节度使过府叙话。顾某以为当于石宝城侧翼增筑3处封宿。王公此战，真乃国之柱石，所陈诸策，思虑周详啊！本部定当仔细斟酌，择其紧要者，盛报陛下预览。有劳尚书。想起当年与你父在陇右，如今这朝堂，礼相全是巡天呐。何止？范阳平路那边安禄山那胡儿，陛下赏赐起来，简直没个分寸。醉了，我等老朽瞎操心，喝酒。王将军光临，寒舍生辉，贺见谬赞，特来请教。观此大漠孤烟，将军感触毕深。诚然，非亲历者，难描其万一。中士啊，你此番立下不世之功，回京本是荣耀之事。然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长安风大，有些热闹，你看看便好。凑得太近，易惹风寒。贺公金玉良言，中嗣谨记于心。听闻你书法亦有乃父之风，老夫近日得了几卷前朝木质拓表，其中颇有可宽处。你若得闲，可常来切磋。中嗣再谢贺老，定当常来叨扰请教书道。好。必须主动。李敢，将军，是这样，我们在长安可有绝对可靠且不引人注目的消息门路，不是官面上的，是市井之间能打探到一些不那么光明正大消息。我们久在陇原，长安的根基不深，不过倒是有个远房亲戚，他在长安西市经营一家车马行，人很本分，也机灵，三教九流认识一些。或许不要用你的名义，更不要用我的，找机会让你手下最机灵、面孔最生的一个弟兄。范阳县马，安禄山无马我一兽。原来如此。他的车马行起诉过，闲聊时大一些。近来长安可有关于范阳县马的新鲜事？记住，只是随口一问，听过便罢，绝不多问，也绝不深究。无论听到什么，回来原样复述。是，将军，人回来了。那亲戚说，近日西市胡商圈子里确实在传，范阳平绿那边最近有一匹极其神骏的龙种宝马要进献陛下，据说领头的使者已经快到潼关了，排场极大。但奇怪的是，押送的人里除了惯常的礼官、护卫，还混着不少精壮彪悍的马夫，不像寻常养马的，倒像是军中锐士。而且他们打听路途、官房查验的细节，打定的极其细致。安禄山。陛下有口谕，宣清源县公前陇右节度使王忠嗣即刻入宫见教。陛下有口谕，宣清源县公前陇右节度使王忠嗣即刻入宫见驾。县马，东宫边镇，所谓何事，难以判断。臣王忠嗣奉诏觐见陛下万岁。王卿来了，平身吧。谢陛下。王卿，你回京也有些时日了，朕让你静养，可还习惯长安水土？回陛下，长安乃帝都，人杰地灵，臣蒙陛下恩泽，静养甚好。静养是好，不过朕听说王卿虽在静养，却并未闲着，拜访兵部，叙旧老将，与贺建谈诗论字，很是勤勉啊。臣蒙陛下垂询边事，不敢懈怠。拜访兵部是为降臣战守，拜会故旧是为人子之礼，向贺建请教是慕其文才风流，皆是臣分内之事，不敢言勤俭。哦，分内之事。那朕再问你，东宫近日派人邀你过府咨议边事，你为何称病推脱，却又与旁人往来频频？可是觉得东宫不够资格与你咨议，还是你觉得朕的太子不配与你论道？陛下明鉴，臣绝无此心。臣之所以推脱东宫之邀，正是出于对陛下、对太子殿下的万分敬畏与忠诚。哦，此话怎讲？陛下，太子乃国之储二，深系天下安危。臣一介武夫，平生所长不过弓马刀剑，所言所行皆涉军国杀法之事。
东宫乃培养仁德、修习治国之道之所。臣若贸然赴宴，与殿下纵论，恐非宜于殿下人心，亦恐外界妄加揣测，有损殿下清誉。此其一。其二，陛下命臣回京述职休养，圣恩浩荡。臣若在京期间，不先向陛下禀明边情，不先与兵部有司离之军务，反而先私获东宫，此乃舍本逐末，更是对陛下不忠。臣推说微妙，实是想着待臣正式向陛下向朝廷禀报完毕，若陛下与太子殿下仍有垂询，臣自当于公开场合或奉前往详细奏对，如此方能全侄子之忠，以免殿下有结交边将之嫌，望陛下详察。起来吧，依你之言，倒是一片苦心，思虑周详。谢陛下。太子仁孝，关心边事也是常情。你既有所虑，日后公开奏对便是。王卿，你昨日在紫宸殿言及边镇之事，说要止之以恒，不可使伟大不过。朕问你，若以你观之，如今诸镇节度使中，谁人兵力最盛，赏赐最厚，又最是忠心耿耿，绝无二心啊？陛下。边将之中，不在兵力多寡、赏赋欠薄，而在其心是否永念皇恩，其行是否恪守臣节。如陇右李光弼，兵力不及范阳11，然其心可见，每战必先，是为忠。如臣之旧部700人敢效死，亦是为忠。然人心难测，久处边陲，手握重兵，难免滋生骄密。陛下天威，自可震慑四方。但为陛下计，为大唐千秋计，臣愚见对边镇大将，除恩赏之外，臣以为必要的制衡、监察、轮调，乃至对其所奏边情多方核实，不可偏听偏信，方是久安之道。至于谁最忠心，陛下圣明烛照，心中自有明镜，非臣下可妄加评议。臣只知，凡有不轨之心者，必逃不过陛下法眼，亦必为天下共击之。罢了，你且退下吧。好生将养边事，朕自有主张。臣告退。我擦，还好，王老板平安回来，应该是东宫的事报了。李林甫这手真毒，这波防守反击应该滴水不漏。王老板果然神人。何事？将军，东宫又派人来了，这次不是属官，而是一名身着常服、气质儒雅的中年文生，自称东宫侍读。侍读？此人言称太子殿下对近日宫中之事已有耳闻，殿下深感不安，特命他前来召见，并有一句口信带给将军：风雨如晦，鸡鸣不喜；既见君子，云胡不喜？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殿下厚爱，臣愧不敢当。风雨如晦，乃天时不正，非君子之过，亦非君子所能御。臣一介武夫，为之恪守本分，忠君事主，请回禀殿下。殿下仁德，天下皆知。臣唯愿殿下静心修德，保重贵体，则天下幸甚。血腥之气恐冲撞殿下，不提也罢。下官必当一字不差回禀殿下，王公保重。献马之事必须尽快查清，这或许是我们破局乃至为国除患的关键。可我们人手有限，在长安如履薄冰，如何深入查探？我们不行，但有人可以，而且必须借力打力。将军是指李林甫？什么？借他的力？他恨不得置将军于死地。正因为他想置我于死地，才会对一切可能打击政敌，尤其是圣卷正僧的边镇大将的事情感兴趣。安禄山的崛起对他同样是威胁，只是目前安禄山圣卷太牢，李林甫不愿正面冲突，反而可能与之虚与委蛇。但若他能拿到安禄山心怀异志、窥探中冲的确凿证据，哪怕只是嫌疑，他一定会如获至宝。具体该如何操作？第一，让我们西市车马行的那个亲戚，在不经意间将他听到的关于范阳献马队伍人员混杂、打听官防过细的传言悄悄散出去，特别是那些包打听，尤其是那些可能和相府下人低阶官吏有勾连的人。记住，要像是酒后闲谈，抱怨生意难做，胡商规矩多。第二，你亲自去拜访贺知章贺老，不说别的，只说我近日研读《汉书》，对其中的一些我的个乖乖！想请教他驱虎吞狼，借宰相之手去查安禄山。王将军，你这是要在长安导演一出《无间道》啊？但好像也是目前破局的唯一妙手，高级啊！尤其与一些御史言官交往甚密，他若因我之间而对藩镇之祸再生感慨，难免与友人谈论。言官风闻奏串，捕风捉影乃是常情，只要有一丝风声入耳，自会有人去打听去附会。
尤其是除了向宫中献马，是否还与其他朝臣，特别是与东宫有任何形式的接触？记住，只是看，只是记，绝不许有何行动。末将明白。听说了吗？范阳来的献马队，那护卫看着可不一般，可不是打听路数系的邪乎。贺老闻言，沉吟良久，叹道：“汉武削藩虽伤国本，实为除庸；放任做大，则贻祸子孙。”言罢，唏嘘不已。知道了，将军，外面的眼线似乎又换了一批，而且多了1倍不止。刚得确切消息，范阳献马的大队人马已至长安东郊长乐驿，预计明日午后入城。负责接待的还有一位意想不到的人物，右相李林甫府上的大管家。李相得知忠诚献此龙驹，甚为欣喜，特命某前来，代他向忠诚表达关切，并期待一睹天马风采。岂敢岂敢！承蒙相爷厚爱，末将代我家节帅拜谢相爷天恩。那胡人使者对李相管家极为恭敬，几乎寸步不离。马腹中至少有数十人，行动坐卧皆有刑务痕迹，绝非寻常牧人。知道了，还有什么消息？仪式后，我是不是听错了？听错了。来了来了，安禄山的人和李林甫的人勾搭上了，这剧本不对啊！历史上李林甫不是能镇住安禄山吗？箱子很多很沉，封得死紧，他们的人像护着眼珠子一样，生人勿近。还有，他们携带的除了马匹贡礼，还有数十口密封沉重的大箱，声称是范阳特产，献给陛下和贵妃的方物。但交接时异常谨慎，由无人亲信亲自看管，不许旁人靠近。继续监视使者一行在城中的动向，特别是与相府的往来。还有，注意是否有其他朝臣，尤其是御史台的人，对此献马队伍的规格行为提出异议或进行探查。诺。陛下有旨，赏马盛会开始。好马，安卿忠心可靠，孝心可免。这是陛下天恩，臣代安节帅叩谢陛下天恩。陛下，外臣久闻我大唐战神王节度武功盖世，威震边陲。今日盛会，若无当世英雄一试神驹脚力，未免遗憾。外臣冒死恳请陛下，可否恩准王节度乘此天马绕场一周，一展我大唐武将雄风，以让神驹得遇明主，成就一段佳话呀！王卿，安卿使者所言，你意下如何？我愿为朕与诸卿一试这龙驹神骏。臣要试，便是最难驾驭的那一匹。这最烈者当属那匹黑棕乌云，力大无穷，性如烈火，至今未有人。便是他了，请陛下准臣试骑此马。准。陛下，神驹已服，此马果然龙种，非陛下天威不能镇之。臣侥幸未辱使命。朕乃神人也，王节度威武！好一个王忠信，朕之飞大军也！赏，重赏！这不是意外，是谋杀。方才若有一次颠簸失误，好精巧的毒计！这是毒针，他们竟敢在御前用如此歹毒的手段！将军，我们应立即将此物呈交陛下，治那安禄山使者还有幕后主与之罪。呈给陛下，证据呢？
这真是我私下取下的。那胡使大可反诬我栽赃陷害，马鞍经手之人众多，如何证明是安禄山的人所做？甚至可能会被反咬一口。况且，你以为那胡将自己有胆子有能力在进宫献御的马匹上动手脚，还能买通宫中查验马匹的内侍仆业？这背后必有在长安手眼通天之人协助，甚至主导。李林甫，即便不是他亲自下令，也必是他默许，甚至提供了便利。赏马会是他主持，宫中关节他最熟。那胡使提议我试马，时机太过巧合，这是一石二鸟之计。我若坠马身亡或重伤，他们除亦心腹大患；我若安然无恙，也能显得安禄山进贡的马匹野性难驯，冲胆我玉川之功，好算计。那我们难道忍了这口气？忍？当然不。但我们不能按照他们的套路来，直接告发，正中下怀。他们会有100种方法洗脱，并将污水泼回我们身上。我们要用他们的方式还治其人之身，这是物证，也是线索。淬这种毒需要专门的原料和手艺，能在御用马鞍上做手脚而不留明显痕迹，需极高明的工匠。在长安能同时满足这2点，且有能力避开重重查验的地方不多。将军的意思是暗中查着毒和工匠的来历？不错，但绝不能我们的人直接去查。还记得我让你散播的献马流言吗？现在是加一把火的时候了。让我们西市的车马含亲戚放出消息，从太医院听说近日有胡商鬼鬼祟祟打听一种产自岭南的罕见蛇毒特性。我的个老天爷，现实版琅琊榜啊！王将军这是要借李林甫的刀去查李林甫可能参与的事，让他们狗咬狗，这操作太极限了。不过李林甫老奸巨猾，会上当吗？万一他顺藤摸瓜，反而发现是我们在散播消息怎么办？这长安真是走一步看3步，呼吸都要算计。李林甫耳目众多，这种涉及胡商毒药的消息，一定会以最快的速度摆上他的案头。他本就多疑，得了这个消息，只会觉得安禄山其心叵测，说不定在暗中经营什么见不得光的勾当。以他多疑的性格，必会暗中详查。他势力庞大，查起来比我们容易100倍。等他查到这毒可能用在了御马身上，甚至与他相府可能有关的工匠牵扯其中时，那表情一定很精彩。安禄山、王忠士，毒。来人，相爷，立刻派人盯紧西市所有胡商地点，要隐秘。我师傅，那少爷，看到高爷，100两黄金。王杰对确系外感风袭，肝火稍旺，需静养为宜。将军，太医已回宫复命，陛下赏识的药材也已送到。将军，东宫又派人来了，说是奉太子命，给将军送一些治疗风寒的宫中秘药。北门禁军左校尉中郎将，记下这个名字，非到万不得已，绝不动用。楚军，这是在逼我表态啊！将军，这……询问，警卫办案，速速闪开！守住门口！将军，是禁卫的人说我们馆驿中有逃奴，要进来搜查，带队的是个姓吉的郎将，态度蛮横。金无畏，无指搜管，好借口。告诉他们，此处乃陛下亲命我静养之所，非比寻常民宅。要搜可以，让带队郎将1人入内，在我面前搜，其余兵丁退至院外。若搜不出什么，我王忠士必上达天听，向陛下讨个说法。李敢，你亲自去传话，态度强硬些。是。王节度，卑职奉命行事，得罪了。圣人口谕到。启温，你好大的胆子！谁给你的命令，敢来惊扰王宫静养？高公公，下官是奉命。奉谁的命？哼！陛下听闻王宫染恙，没想到
竟撞见这般景象，大家必定禀明陛下，严加查办。这些混账东西，大家这就带走。有劳高公公。是皇帝敲打李林甫，还是另有深意？经此一事，与李林甫再无转圜余地。皇帝的敲打是对李林甫的制衡，谁才是主宰？打扫干净，加强警戒。今夜所有人衣不卸甲，刀不离身。是。李敢，末将在。明日一早，你亲自去一趟东宫属官处，不，直接去东宫递我的名帖，求见太子殿下。不是求见太子殿下身边的詹事府主簿，就说我感谢殿下赐药关怀，风寒烧月，特来拜谢。另外提一句，就说我读《汉书》至《霍光传》，对宿卫忠诚一字略有感握，想起殿下日晏提及的北门禁军风纪严明，心生敬佩。若有机会，愿向禁军同胞请教京城守御之法，以广见闻。将军，此时去见东宫的人是否太过显眼？正因显眼才要去。经此一事，所有人都知道李林甫要动我，皇帝保了我。我若此时龟缩不出，反而显得心虚或有鬼。大大方方去感谢太子关怀，合乎礼法，也向所有人表明我王中思行事光明磊落，不惧流言。另外，让我们的人将胡商打听蛇毒的消息再添一把火。遵命。就说听闻那蛇毒常被用于诅咒厌胜之术。诅咒厌胜，这是宫中大忌。对，就是要往大计上引。李林甫多疑，且最重权势性命。若让他觉得安禄山可能不仅在窥探，还在用巫蛊邪术诅咒陛下或重臣，他必定坐不住，会查得更狠，也更会竭力将此事与安禄山撇清，甚至反咬一口。末将明白。奉王节度之命，特来拜谢殿下赐药关怀。王公忠勇体国，殿下素来知晓。殿下对本禁军左骁卫的操练确实颇为关注。末将定当转告王将军。奉行将军命，送还日前被撞坏的辕门佩剑，这个水囊一并归还。来了。名单、行踪、关联人物，这份情报的价值无法估量。他几乎坐实了太子一系在长安的潜伏力量，果然不容小下。都记住了。李敢，末将在。我们之前散布的流言方向要变一变，不要再提胡商和蛇毒，改为宫中近日在严查厌胜邪术，据说有内侍勾结宫外妖人，以巫蛊之术谋害贵人，陛下震怒。流言的源头要隐隐指向城南某些达官贵人的别宴，记住要模糊，但要让人能联想到头级、敬仰、老匠人这些词。另外，让我们那个亲戚找一个绝对可靠的与胡商有生意往来的素德人，去贝萨底尝试接触那支范阳商队，借口买卖皮货，不要打听，只观察，记住他们当中领头者的相貌特征，以及商队中有什么异样。将军是怀疑，将军是怀疑。安禄山冒险派这样一支精锐小队潜入长安，绝不仅仅是为了保护使者或献马，他们必有特殊任务。即温事发，高力士介入，李林甫被敲打，长安风声骤起。我若是那商队头领，此刻要么急于撤离，要么必须尽快完成未尽之事，然后消失。进西黑河了，急！王老板肯定拿到关键情报了，这是要准备反攻了，能成功吗？历史上王中树好像就是栽在李林甫手里的。不行，不能真当围观群众啊！可我能做啥？行序的情报是刀，时机、方式。李将军，那商队戒备极重，拒绝交易。几人虎口老茧很厚，是常年用刀的好手。小人偶然听到他们用契丹语要交谈，反复提到一个词，发音类似“灯会”。灯会。上元节，陛下与民同乐，朱雀大街之曲江举办盛大灯会。灯会。他们的目标是上元灯会。上元灯会，万民同乐，金无不尽。若安禄山真有一日，还有什么比此时制造一场意外更能打击朝廷威信、搅乱天下人心？刺杀、纵火，还是更极端的行为？必须阻止他们。将军，
我们应立即禀报陛下，加强灯会守卫，全城搜捕那支商队。证据呢？凭一个宿对商人模糊听到的祭丹与雌匪，凭我们对安禄山的怀疑，陛下会信吗？李林甫会趁机反咬我们构陷边镇大将，扰乱节庆，动摇民心。届时打草惊蛇，他们若蛰伏不动，我们便是欺君之罪；他们若铤而走险，换了我们不知道的方式、地点行动，后果更不堪设想。我们不能直接告发，但我们必须有所行动。灯会保卫主要由金吾卫、龙武军以及北门禁军部分兵力负责。李敢，你持我明帖，再去见东宫詹事府主簿。这次不提感谢，只说我听闻上元盛典。末将明白。陛下与民同乐，此乃太平气象。我身为边将，对京城守御好奇，想了解灯会期间的布防概略，以作边关城池节庆守卫之参考。做词要诚恳，只求一关布防图概略，绝不设细节。另外，让我们的人设法接近那支商队落脚相邻的底店或铺面，日夜监视，记录他们所有人出入的时间、方向、携带物品，尤其注意是否有大型的不易携带的物件被运入或运出。是，将军，我们人手太少，监视如此重要的目标，恐怕力有未由，也容易暴露。那就借兵。借兵向谁借？北门禁军行术，未经调令私动禁军是死罪。不向行术借，向我们自己借。自己？玉标川活下来的700兄弟，大部分虽在陇治，但他们的家眷同乡生死之交遍布关中乃至长安，其中不乏退伍的老兵、市井的豪侠，甚至在官府军中担任底层职役的人。原来你秘密寻访我们在长安的旧部，不要提我，只说是陇右来的兄弟，感念王节度活命之恩。听闻长安可能有人要对节度使不利，想在节庆时暗中互惠，以防不测。需要他们帮忙盯住西市波索底的一些可疑胡商。记住，只要信得过的、嘴巴严的，不要多，10个8个即可，以闲汉、小贩、更夫身份掩护，轮流盯梢，报酬给足，但绝不可泄我的名字和真实目的。将军深谋，末将万死不辞。此乃灯会布防概料，以公之于众，李将军可作参考。多谢主簿。这几处便是漏洞所在。胧月的兄弟有桩事，可是为了王舰队，但凭吩咐。将军，行硕密报，城南老将人是前宫廷制弩将，其子现就在江作间，负责宫灯修缮。木箱、弩将、宫灯，上元曲江池。放下！死战不对，节帅，援军恐怕来不及了，辎重将近，箭矢不足3成。援军？谁说我在等援军了？等援军来给我们收尸吗？段将军，你看看下面，大百人阵型虽然厚实，但连日攻城，其前锋已疲，中军与后军脱节。左右2翼的格鲁德普督军眼神飘忽，士气低落，疲兵脱节一心，这便是裂缝。走，是等死。等大圣人撞破城门，我等结成葫芦刀下之鬼，妻女沦为奴仆。我高仙刚7岁学剑，15从军，踏遍葱岭，跋涉龙沙，大小百余战，也从未将后背卖给敌人。援军无望，那便不要援军；敌军势大，那便斩其魁首。8000对5万，当年王中通在玉标川700对3万，他敢喊优势在我。今日在这潭螺寺城下，我高仙刚也要试他一试。儿郎们，怕不怕死？不怕！好，打开城门，所有还能动的上马，拿不动长矛的提刀，没刀的捡起地上的石头，跟着我早川敌阵，斩将夺旗，让大唐孤儿看看什么是大唐的疯狗，什么是安息的孤狼。大唐万岁！挥我向前！破阵夺旗！夺旗！王仲嗣，看来这次是我要先走一步了。高节帅，
父蒙领奏来也，并剑杀贼。高帅，某来也。高节帅用兵，置之死地而后生，夫某佩服。若非傅蒙将军神兵将，高某已成枯骨。此战之功，将军当居首位。高先主，傅蒙灵差，胆洛斯赢了？不对啊，我记得历史上好像是……算了，反正这里赢了，牛逼！又一个战神，大唐果然武德充沛。四周无异状，灯火太盛，远处看不清。贺见，如此盛景，百年难遇。相爷，檄文在狱中咬出了安禄山使者曾重金贿赂他，大谈灯会布防和陛下出行路线。证据有书信和银票为证，以秘密取回。好，将证据连夜密封，以匿名忠良之名直送高丽使处。何处来的？有东西！目标：灯会人流，制造混乱，接近皇室区域，手段与火或爆燃有关。藏匿点仍未掌握。将军，各少尉暂无异常。传话下去，眼睛都给我睁到最大。是那里，快！入家！发信号，让行诉的人动手。目标：所有试图接近暖阁手持异物者，格杀勿论。禁卫卫在此，逆贼受死！受死！安禄山死！哎呦，对不住，对不住，老孩眼花。尘埃落定。哇，好在火不大，是是有火。元宵，热乎的元宵。800里佳旗，安西大捷，闪开！安西800里佳旗，安西800里佳旗。节度使高仙志联合伊西节度使夫蒙罗斯城下以寡击众，大破大蛇东征军5万，阵斩其统帅，西域震动。范阳800里急报。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奏称，其麾下一小校受奸人蛊惑，竟欲于上元节谋乱，幸被其忠勇不想提前察觉，现已将逆党一网成擒，就地正法，自请处分。一实一虚，一忠一奸，哼！宣王忠镇高先锋使者福蒙灵谢使者，明日大朝会，朕要亲自嘉奖功臣，惩处悖逆。另外，传旨安禄山，其御下不严，本应重处。念其平素忠勤，又主动清剿逆党，着削去一虚衔，罚俸1年，以示薄惩。令其好生整治军纪，勿负朕望。老奴遵旨。制曰：高仙芝夫蒙灵朝平乱建功，仙芝封密云郡公，进贤刘元任，灵朝封张掖郡公，迁北庭节度等职，二人各以品级颁赏。臣等代节帅，谢陛下隆恩，万岁万岁万万岁！陇右节度使王忠志洞察机先，于国有功，进爵中武南王，赐丹书铁券，世袭罔地，改任河东节度使，兼领朔方节度使，镇守北疆。臣谢陛下隆恩。河东、朔方、安禄山。高节帅言：久闻王公陇邑之风，心向往之。今闻公镇北门，先诏守西里，皆为国家藩篱。他日若忽而有变，愿与公东西并进，为国除患。请转告高节帅，中亦久仰安西虎威，北地若有不进，必不负陛下重托，亦不负高节帅守望护助之意。这鬼地方风跟刀子似的。河东，这便是国门了。从国际大都市长安调到这荒凉北疆，这算是升了还是贬了？对面就是安禄山地盘，这哪是升官？王老板，
这是被派到火药桶边上当保安啊！将军，太原留守及河东诸将已在十里亭迎候。李敢，末将在。到太原后，第一件事不是接风宴，是点验军籍、府库、地图、边墙、屯堡详情，尤其是与范阳平舆接壤的每一个隘口、每一处风宿，驻军多少，将领是谁，粮草几何，我要在3天内看到详册。是。第二，以整顿边务防丘为名，行文授方河东各军，命其将佐于半月内至太原述职。我要亲眼看看我麾下都是些什么人。是。第三，让我们从陇右带来的老兄弟散入各军基层，特别是边哨，不要声张，只带眼睛和耳朵。我要知道安禄山的商队尤其最近1年到底越界了多少次，都到了哪里。末将领命，定教其一举一动皆在将军目中。出发。是。河东道文武恭迎王节度使京且。恭迎王节度使。有劳诸位。边民越冬储粮可足，封提斥候几日一报。你便是镇武军使郭子仪。末将郭子仪参见节度使。以部族1000人拒寨而守。回节度使，确有此事。赖将士用命，天子洪福，侥幸不败，不敢言功。侥幸？你诱敌深入，以强弩挫其锋，以壕沟阻其马，最后开门反击，直取敌手，这是堂堂正正的野战守御之法，何来侥幸？坐。郭子仪，这可是未来再造大唐的郭令公啊！王老板好眼力，一眼就把未来巨星挑出来了。不过这么当众夸奖，这职场手段可以，高，实在是高。看来这位王节度并非只知冲阵的武夫啊！战报看得这般细。河东诸将，今日算是见过第一个了。云州、豫州、夔州，安禄山在长安是暗流与试探，在这里将是实打实的对峙与较量。将军，长安行硕通过驿站秘密渠道传来的。范阳有意练兵秣马，私制咆哮。相府近日病重，杨氏造进，东宫暗结边将，长安风雨将至，北地谨防惊雷。东北的惊雷，长安的风雨，西域的兴功，所有的溪流都在汇向一个漩涡，而我已站在了漩涡的边缘。行书的情报不会错，安禄山在范阳已非寻常边镇气貌，思绪渐而广积假仗，此乃不臣之机。长安相权更迭在即，此妖必乘机做大。陛下或许知其骄横，但尚存失望，或受其蒙蔽。我等在此，非仅为守土，更为陛下守国门，为大唐守最后一道京钟。然警钟需自身够硬，方能鸣响。河东朔方9个大战，军备或有松弛，将佐或存安逸。从今日起，此等气派当一扫而光。喂，李敢，末将在。依我明录，抽调各军精锐骑卒、磨刀手、弩手，组建3支跳荡营，每营1000人，一驻雁门，一驻云中，一榆林，由郭子猷总训。我要的是一击必杀的拳头，不是只会守城的盾牌。末将领命，必不负节帅重托。其余各军以防丘为名，轮番出塞巡边，遇小股胡骑，务求全歼；遇大股敌踪，封锁传讯，跳荡营应之。我要让塞外的西契丹乃至某些心怀拐策的邻居知道，这边的墙是铁铸的，是会咬人的。此外，重新核定军功抚恤章程，斩首巡边，筑城屯田，凡有牢记即刻登记，按新章赏罚。有贪没军饷、苛待士卒、畏敌不受者，无论官职，军法从事。河东朔方，从今夜起，再无惰气。大改革啊！王老板这是要在河东搞军事现代化试点，郭子仪这算是进了重点培养名单了。不过这么搞动静太大，安禄山那边肯定会知道，这是要主动刺激他吗？这是要逼对方先动？有情况，前方！前方何人？此乃大唐将军，速速退下！此乃安帅木马之地。狂悖之徒，
我们走。报，正武军巡边队于白道川遭遇范阳游骑，约30骑，越界约20里，被我军驱逐。对方未敢接战，但口出狂言，此乃安帅木马之地。越界20里，木马之地。报，云中守军发现关氏近来范阳来的商队携带的铁器皮革数量远超往常，且多是以物易物换取粮食布匹。屯粮被卸。报，榆林寨附近山中有猎户发现陌生工匠模样之人出没，似在勘测地形。看来安禄山不仅在备战，现已开始试探性的伸过边界。李林甫若倒，杨国忠上位，与安禄山必有冲突。将军，长安有细舍道，是高公公派人私下传来的。圣体偶样，心思难测。杨侍郎屡言范阳平祖军费过巨，恐有伟大之患。杨国忠，这是要逼安禄山反。东西两镇功高须慎，风起于清平之末，公当自持。这是警告我与高仙科自持。树欲静而风不止，安禄山这把刀已经快架到脖子上了，如何自持？既要敲打安禄山，令其知惧收敛，又不能留下把柄，受杨国忠以口实，引发陛下猜忌。那就让他们痛，但不出血。节帅，奏表已具，请过目。 600里加急，直送长安，交门下省成定。遵命。申斥是表，请指示耳。安禄山，且看陛下如何回这一子。跳党营秘密潜出至边界50里内隐蔽营地，进行实战演练。若遇越界者，不必请旨，可误认为犯边马贼，逐之歼之，手脚干净些。末将明白，定不留首尾。